这个小和尚正在小树林练功，他无意间砍断一根竹子，谁知竹子倒下，差点就砸中自己。和尚若有所思，他继续保持左手格挡的姿势，右手用禅杖进行攻击。由于距离太近，这次竹子直接打到了身上。和尚好似猛然悟到什么，竟想要把竹子当成武器。他一扭身将竹子砍断，拿起已成三节的竹子不断比划，居然真被他研究出了一种新型武器——三节棍。和尚借此大破戒律院主持的柳叶戒刀，成功通过少林35房。这个小和尚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三德和尚。三德原名刘玉德，本是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学生。时逢清朝年间，朝廷不仁，统治暴力，民间涌现出一大批能人志士，意图反清复明。刘玉德受到老师的影响，也顺理成章加入了反清的队伍。因其家中开了海味店，他们正好可以利用其中的便利，与郑成功王爷暗通消息。不料在一次重要行动中，咸鱼肚里的书信不幸暴露。清军小将唐三耀心狠手辣，他将有关志士全部杀害，又顺藤摸瓜找到了海味店，进行无辜杀戮。刘玉德与一名同窗幸运逃脱，但也得知自己的父母已经遇害。他们现在唯一的念头只有前往少林习武报仇。途中，他们再次遭到了唐三耀的追杀，同伴为掩护刘玉德不幸遇难，刘玉德则身负重伤逃过一劫。10余天过去，刘玉德终于接近少林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到了强弩之末，即将要昏死过去。好在几个和尚正好下山买菜，酒馆老板将他藏进菜篮，这才成功抵达少林。刘玉德再次醒来已是8天之后，方丈因其向佛义理金地，破例收下了他。刘玉德来少林的初衷便是习武，他从大师兄处得知，少林一共35房，凡少林弟子皆可前去修习。刘玉德急于求成，要从那武学最高境界的顶房学起。可当他进去才发现，这里除了一群高僧在诵经求道，就没有一个在练武的。刘玉德心生疑惑，就要发问，却不想被方丈一掌拍飞出去。无奈，刘玉德只得从最基础的35房学起。35房名为饭堂，进饭堂要通过一条长廊，但中间被一个水池阻断，弟子们要借助里面的2捆浮木方能跨过水池。看着师兄们轻松通过，刘玉德以为很简单，可等自己跳上去，却脚下一滑，直接掉进水里。他慌忙上岸就要进入饭堂，又被住持拦了下来。原来饭堂规定衣衫不整，禁止入内。等他晾干衣服，饭堂的稀饭已被吃得干干净净。住持念他初来乍到，给他打了满满的1碗粥，只不过只准站在浮木上吃。刘玉德站上浮木，顿时摇摇晃晃，1碗粥霎时洒得七七八八，接着连人带碗掉入水中，粥没吃上，还被罚洗了整个饭堂的碗筷。刘玉德这次吃了一个小亏，决心认真练好基本功。晚上，他突发奇想，找来2个木头，开始练习平衡力。没过多久就能站立自如。当刘玉德再次来到水池，竟能单脚踏木，一跳而过。住持见状连连点头，不过却偷偷将浮木全部打散，暗中增加关卡难度。毫无意外，没有一个弟子能成功跨越。即使他们日夜用功练习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其中的诀窍。住持暗自摇头，他拿来一个盘子往水里一扔，盘子竟越过水面，成功到达对岸。过河诀窍已经不言而喻。刘玉德日夜思索着所谓的诀窍，甚至睡觉都在练习蹬腿。他猛然起身，决定来到水池边印证所想。在一遍又一遍的尝试之后，他终于成功通过35房。34房名为臂力房，专练臂力，就是提着2桶水走上斜坡，然后在坡顶将水倒下，让水长流。不过每个弟子都需装上2把臂刀，以保证手臂是伸平的状态。若是手臂下垂，就要受到皮肉之苦。这一招却有奇效，弟子们进步神速。刘玉德更是不得了，短短几月就练成高达400斤的臂力。来到33房，住持告诉他，这一房专练腕力，需跟着他敲击木鱼的节奏，拿起铁锤撞猪。刘玉德以为简单，可拿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。铁锤虽只有10斤，但套在上面的竹竿每长1尺，铁锤便再重10斤。竹竿长1丈2，铁锤最大重量足足有120斤。以刘玉德目前的腕力，也只能拿到8尺。他扎完马步，刚敲了几下，手腕就已经乏力。又是苦练几月，刘玉德现在拿着1丈2尺长的铁锤敲钟已是游刃有余，还能变着花样。即使木鱼敲得飞快，他铁锤敲钟的速度也能跟上。32房名为木力房，专练木力。刘玉德站在2根烧着的大香中间，住持告诫他，只能眼睛随着烛光转动，头不能随着眼珠转动，否则就会被香烫伤。练完目光敏捷度，还得练习动作反应速度，要做到眼到手到。练成之后可以躲避暗器，
住持将所有烛光熄灭，只留手上一根进行转动。刘玉德需要往反光的木柱上打，住持飞快地转动蜡烛，反光的木柱也随着变换不断。不过刘玉德目光所及，都能无一遗漏地准确击打，连住持都大赞其天赋出众。31坊主要练习头立，里面吊着一排排沙包，练习者需要用头顶开沙包通过，到佛祖前上一炷香。刘玉德上去一试，顿时头晕目眩，瘫倒在地。但听到住持说练好头立就可以练拳脚兵器后，整个人突然像打了鸡血，瞬间充满了力量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刘玉德就出了头立坊，而这也代表他的基本功已经练完。此事从他开始练功仅仅用了2年，住持升他为达摩院执事，可在拳脚刀棍等任意一坊进行修习。拳脚兵器的修炼主要看弟子们的悟性，刘玉德天纵奇才，再加上自身刻苦训练，很快就掌握了拳、腿、刀、棍等各方技能。短短5年时间，刘玉德就在少林35坊修炼成功，其实力完全可以担任任何一坊的副住持。但到底过于年轻，戒律院住持想要试试他的身手，提出刘玉德可以任选武器，若能胜过他的柳叶戒刀，就算当任何一坊的住持也无不可。刘玉德自信满满，拿出他最擅长的长棍与他比试，却不想几招就输了。随后他换了一把禅杖，但还是没能破解柳叶双刀，足足被刀背拍了17次。刘玉德甘拜下风。他静下心来，日夜思索，无意间从竹子身上找到灵感，自创出攻守兼备的武器3节棍，破了戒律院住持的柳叶双刀。如今的刘玉德可以做任何一坊的住持。当方丈问他选哪一坊，刘玉德没有选择任何一坊，而是提出创立第36坊，收取俗家弟子，将少林武技传扬天下。方丈看出他的心思，以顶撞自己为由罚他下山化缘，缘部未满，不得回寺。刘玉德领命下山，途中偶遇反清志士洪熙官被唐三耀追杀。原来洪熙官的亲朋因为反清复明被害，其深夜葬父反落入对方圈套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。三德毫不犹豫出手，唐三耀一眼认出他就是当年逃跑的那个学生，愤怒间下令围攻三德。然而如今的三德已不是当年的无下阿蒙，很从容就将唐三耀制服。洪熙官趁机将唐三耀千刀万剐，报了血仇，他也因此拜在三德门下修习少林武艺。三德之后又收了童千机、陆阿才等有志青年为徒，秘密组织反清活动，在诛杀清兵头子天达后，一起回少林创办了36坊，为传播少林武学做出巨大贡献。这是一部有关少林武术的影片，虽然剧情稍显老套，但演员方面却无可挑剔，他们的武术功底扎实，一招一式令人直呼过瘾。尤其是影片大量篇幅展示练武的过程，堪称一部教科书级别的武术纪录片。